上期讲到，李渊率领20余万大军攻破大兴城，拥立杨右为帝，彻底控制了关中。那么，隋炀帝和李密为何没有阻止李渊？李密在与王世充对战之际，为何要斩杀翟让，砍伤徐世绩，导致瓦岗军的内部人心不稳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王世充与李密对战及瓦岗军发生内讧。617年9月，李密的帐下又添了一名牛人，此人便是魏征。魏征，巨鹿郡的下曲阳县人，即今天河北晋州市古城村人。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但胸怀大志，喜好读书。长大后，为了谋取出路，选择出家，成为了一名道士。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的百姓纷纷起义，魏征便前往瓦岗寨，加入了瓦岗军，但并未受到重用。于是他便投奔了武阳郡的郡城元宝藏，成为了元宝藏的门客。后来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实力大增，元宝藏便举郡投降李密，李密封其为武阳公。元宝藏为了感谢李密的封赏，让自己的门客魏征给李密写信致谢，并提出一条计谋。他建议将武阳郡改为魏州，然后亲自率领部下攻打魏郡，等拿下魏郡后，他就向南进兵，与李密的部将会合，然后合兵攻取黎阳仓。李密看后非常高兴，立即同意将武阳郡改为魏州，并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得知书信为魏征所写，觉得此人非常有才华，于是征召魏征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管记事。魏征到达后，向李密献上了10条壮大瓦岗军的计策，但李密未能采纳。同年，河南和山东遭遇水灾，导致众多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隋炀帝得知后，下诏打开黎阳仓，以赈济灾民。但是负责的官吏们并没有按时赈灾，导致每天都有数万人死去。徐世绩便对李密说：“天下之所以大乱，都是因为饥馑的缘故。如果我们能拿下黎阳仓，便能得到大批的粮草以及众多的兵员，则大事可成。”李密听后觉得有理，立即命令徐世绩率领5000人渡过黄河，会同元宝藏和郝孝德等人共同攻取黎阳仓。很快，徐世绩等人便拿下了黎阳仓。李密立即下令开仓放粮，任由百姓前来取粮。接着，武安和永安以及益阳和祁郡等地相继投降李密，就连窦建德和朱粲等人也派遣使者，表示要依附瓦岗军。接着，李密多次派兵攻打洛阳，洛阳的守军支撑不住，只能向隋炀帝告急。于是，求救的文书就像雪片一般飞往了江都。隋炀帝不得已，只能调集各地精兵驰援洛阳。他让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的精兵北上，位于四川大凉山的将军王世龙则率领穷部的黄蛮兵率兵支援。河内通守孟善义、河阳郡的郡尉独孤武、河北大使韦济、河南大使王辩等人也同时出发向洛阳挺进。9月，数路大军齐聚洛阳以东，准备围攻瓦岗军所在的洛口城。越王杨栋得知援军到达后，立即命令留守洛阳的刘长恭和驻守偃师的庞玉与王世充等人的援军会合。于是，隋军的10余万大军与瓦岗军隔着洛水展开了对峙。这时，隋炀帝下诏，命令洛阳附近的所有隋军都受王世充统领。10月25日夜晚，王世充秘密地率领大军渡过洛水，在黑石扎营。天亮之后，他留下部分兵力守营，亲自率领精锐在洛水北岸列阵，等待着瓦岗军的到来。李密得知消息后，立即率军前来迎战，双方便在洛水北岸展开了激战。由于北边是大山，南边是洛水，导致双方交战的地势非常狭窄。隋军此次参战的基本都是步兵，使用的是矛和戈，即使在狭窄的地域也能施展。而瓦岗军则以骑兵为主，狭窄的地域里根本无法驰骋。因此，王世充凭借地形的优势，对瓦岗军发起猛攻，瓦岗军不敌，只能慢慢开始撤退。撤退途中，护军柴孝和溺死于洛水，李密悲痛欲绝。瓦岗军渡过洛水后，步兵向东逃往了越城，李密率领的骑兵则向南逃走。王世充的大军紧追不放，一路追到了越城，并将瓦岗军重重包围。李密得知后，一面派兵支援越城，一面亲自率军偷袭王世充的黑石大本营。
黑石的隋军惊恐万分，连续举了6次烽火，以示告急。王世充不得已，只好放弃越城，回救大本营。由于洛水之南的地形较为平坦和开阔，非常适合骑兵驰骋，于是李密亲自率军向隋军发起猛攻，隋军大败，被斩杀了3000余人后，退回了黑石大本营，坚守营垒，不再出战。越王杨栋得知王世充战败后，连忙派遣使者前来慰劳，使王世充既惭愧又恐惧。于是他向李密发出了决战的邀约。11月初9，两军再次出兵，准备在巩县东南展开决战。瓦岗军南北列阵10余里，等待着隋军。王世充的大军到达后，由翟让发起首攻，他亲自率军迎战，结果却被隋军打败，慌忙后撤。王世充见状，立即率军追击，追击到半路的时候，王伯当和裴仁基突然从路边杀出，截断了王世充的退路。同时，李密率领中军全力反击，导致王世充腹背受敌，军心大乱，只能向西逃走。隋军再次大败。此战过后，瓦岗军声威大振，李密的声望也如日中天。可就在这时，瓦岗军的内部却出现了裂痕。起先，瓦岗军的首领是翟让，他自知能力不及李密，便主动将首领之位让给了李密。可是，随着瓦岗军的实力大增，李密或许会成为开国之君，这让翟让的亲信们心里非常不平衡。翟让的司马王如信曾劝告翟让，让他自任大冢宰，总管政务，以此来夺取李密的权力，但翟让不肯听从。翟让的哥哥翟弘则劝他说：“瓦岗军是我们组织起来的，皇帝应该你来当。如果你实在不想当，可以让我来当，为何要让给外人呢？”翟让听后哈哈大笑，并没有理会翟弘。然而，他们的对话却传到了李密的耳中，并让李密对他们产生了猜疑。其实，翟让对权力的欲望并不大，但他对钱财的欲望却非常大。作为瓦岗军的2号人物，他竟然将崔世书扣押在自己的府邸，目的却是向其索要钱财。但崔世书仰仗自己是李密的亲信，不肯屈服于他。既然强要不给，那就使用阴招。他找来元帅府的记事邢义期，让他与崔世书赌博，但邢义期也是李密的亲信，不肯屈服于翟让，翟让便将他打了80仗。接着，他又把目标对准了左长史房彦藻。他对房彦藻说：“听说你攻破汝南郡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的宝物，但你却只给李密，而没有给我。李密的魏公可是我拥立的，天下之事如何变化还未可知呢？你再好好想想吧。”房彦藻听后非常害怕，连忙将此事告诉了李密，并与左司马郑挺一起劝告李密说：“翟让贪婪无度，刚愎自用，而且目无军长，应该尽早除掉。”李密犹豫地说道：“我们的安危还未确定，就相互诛杀，这让其他人该如何看待呢？”郑挺连忙说道：“毒蛇失手，就要壮士断腕，只有这样才可保住根本。如果等他们先得了手，恐怕后悔已晚。”李密思考良久后，决定对翟让下手。11月11，李密摆下酒宴，邀请翟让前来喝酒。翟让接到邀请后，便带着哥哥翟弘和侄子翟魔侯等人前来赴宴。宴席上，李密和翟让以及翟弘和郝孝德等人就坐，单雄信和房彦藻等人势力两旁。这时，李密对身边的人说：“我们今天只是饮酒，不需要太多的人陪伴，留下几人听用即可。”说完，李密身边的人就退走了，只留下壮士蔡建德持刀侍立。接着，房彦藻对李密说：“今天是饮酒作乐，要不给翟司徒身边的人也提供些酒肉可好？”李密和翟让都表示赞同，于是翟让身边的亲信全被带走，只留下翟弘和单雄信等人。众人退下后，李密便拿出上等的良弓，邀请翟让拉弓检验。翟让拉满良弓，刚准备赞叹的时候，蔡建德突然举起大刀，从后背砍向了翟让，翟让毫无防备地被砍翻在地，声如牛吼。趁众人震惊之际，蔡建德又连续砍杀了翟让的哥哥和侄子，以及亲信王如信。徐世绩见状，立即向门外跑去，却被门口的卫兵挥刀砍伤了脖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伯当及时制止，才保住了徐世绩的性命。单雄信由于来不及逃走，只能叩头求饶。这时，李密大声地说道：“我和大家一同起兵，目标是铲除暴虐，但翟让专行暴虐，凌辱僚属，
而且不分上下尊卑。今天我只诛杀翟让一家，与各位无关。”说完，他命人将徐世绩扶入帐幕安置，并亲自为他服药。随后，他只身一人骑马来到翟让的军营，对翟让的部下进行安抚和慰问。至于翟让的部众，则由徐世绩和单雄信以及王勃当统领。至此，瓦岗军的内讧被彻底平息。但是，瓦岗军的将士们不再信任李密，对他产生了猜疑和不安的情绪，这为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那么，王世充能打败李密吗？隋炀帝又是如何被杀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